认为。那 VR 是一种新的艺术的形式，现在适合 VR 的电影已经有了作品，大概是20分钟，然后未来到底有多少长度，他们也都在尝试，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一家大陆很有名的这个光线传媒的子公司，明年已经要推 VR 的电影了，叫《鬼吹灯》，好，它是2部连拍的。然后呢，我在现场看到了很多的作品，譬如说这个 Factory 的24，他们是跟欧洲的 Sky VR 的频道合作，欧洲已经有 VR 的频道了，好，然后他们也有博物馆，拿这个化石，好，远古时代的化石变成是 VR， 然后付费的去看，大概是10几分钟的作品。就非常反应非常的好，然后参观者都希望说他们能够再做长一点。那个是他们在现场有放，那个影片有点弱，我就没有放在这里。就是在上一周在上海器材展看到的，他们运用 VR 的，跟他们提出来的忧虑跟问题，也都在上个礼拜看过，也希望能够回答昨天叶豪老师提出来同学的问题，我们待会儿的问题就可以稍微的减少一点点，所以呢，我就去分，好，就是媒体呢，现在呢，以前老3台就叫大众电视，你非看不可，就这么老3台。后来卫星电视呢，就是分众，你要看新闻的去看新闻，看戏剧的去看戏剧。但是当智慧型手机开始，网络电视开始之后，就变成是个人电视跟自媒体了，好，然后网络直播啊什么的。这个美国最大的有限公司的 CEO 他就讲说，过去这个5年会比过去50年的变化都还要大。然后这是2014年的资料，你看使用电视的时间才113分钟，你在其他的这个功能上面已经是超越电视所看的时间了。那我们在业界对于新媒体的这个定义啊，就是非传统媒介，就是除了电视之外，我们都把它当作新媒体，然后是以网络为基础互动，网络基础互动的传播方式。然后呢，新媒体会知道观众在哪里，因为他知道他的 IP。在2015年就已经有人用 iPhone 去拍电影了，但是那个导演还是会去讲说，你用这个工具去拍，你还是要懂剪接、懂声音、懂镜头，怎么样说故事。所以这只是一种工具而已，请不要以为谁都拿着就可以拍。好。讲了这么多、那么多的器材的东西，不管它是 HD 4K、8K、IPTV、OTT， 对于我们不是一个老板，不是一个有钱的投资者，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最终就是内容，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content 才是 king。不管是现在、过去，甚至是未来。那器材不代表创意，就像刚刚讲的，我刚刚前面有放一点点皮克斯的那个纪录片，大家都知道他们是3个人去把它组起来的嘛，一个是画动画，从迪士尼被开除出来的，一个是电脑的设计师写程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iPhone 的设计者老板贾伯斯。好，那他们那个3个人呢，就是他们是认为一定可以用电脑去做动画。以前讲这句话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你神经病，现在你都觉得理所当然。以前那个年代，谁认为说电脑可以做动画这件事情？他们一直坚持下来，一直赔钱，一直赔钱，一直赔钱，然后到现在皮克斯非常的茁壮。好，所以只是一个工具的改变，他们的重点还是要感动人的故事。那我在一电视，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哦，然后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也是一个对于那个内容的想法。台北市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最近环境好像变得特别脏呢？因为有人总是偷偷摸摸的在乱丢垃圾。你看，一起注意，主播台上又多一包。这是因为从7月1号开始哦，如果你用的是这种垃圾袋来装垃圾，清洁人员根本就不收。等一下，怎么办呢？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垃圾专用袋。再一个，不过这是台北市专用的，台北现在怎么办呢？让我们的新闻来告诉你。七龙珠是许多5、6年级生的共同回忆，就算没有真的看过卡通，你也一定听过超级赛亚人。赛亚人变身完之后呢，孙悟空就会使出他的大绝招——回派。
气，还有就是这招瞬间移动，都是非常经典。中横自9.1地震路况不佳，限制通行，造成当地居民相当不利。限制通行最大原因就是不断有落石，而且一下大雨就有坍方，非常危险。公路局虽然赶紧新建毕业道和隧道，但地势不佳，场资困难的一修就修了10年。如今增加通行时段，最开心的就是山上的果农，也再也不用绕道错过，增加开销。很多人习惯激烈运动，身体接触，碰碰撞撞，这都会让身体的关节提早出问题。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只是长久站立，你的关节仍然有可能因为钙化受到伤害。911事件就是因为纽约的警消斗机警才把这伤害降到了最低。不过当地警方也因此发现，必须要先把自己给武装起来，对抗恐怖组织，不能够再等军队来救了。很炫啊！不过现在纽约警察局的局长却说，他们现在火力很大，已经可以把飞机给打下来了。这样的说法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相信大家都有玩夹娃娃机的经验哦。可是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觉得很挫折，因为这个爪子不管怎么移，夹不到就是夹不到。不过台南有个高手夹娃娃是无往不利，想要什么都夹得到。哎，原来我的秘密武器就是身上藏了个大磁铁，远景查气的时候，就连配枪都被吸走。每一年在垦丁，珊瑚产卵都是一件美丽又惊奇的生态大事。但是今年，珊瑚产卵量大减，可能是全球气候异常、天气变冷的关系吧。先拍主播还是先做动画？先拍主播的举手。先做动画的举手。OK， 错，先拍主播。好，我们那个时候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哎，这个是我在媒体管理上面一个概念。各位以后到了媒体界，我为什么可以做主管？我就是逼着下面的人去把所有的 SOP 做出来。好，你所有新的东西，你一定要做记录，让大家能够30-50个人，大家都要这个概念。就是当你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呢，你有很多要注意的，譬如说update 的新闻不能做。我们曾经有一次阿里山小火车翻车，我们做的时候是早上嘛，中午的时候，那时候死是6个人，我们就讲死6个人。可是到晚上6点要播的时候，已经是12个了，就那支就浪费了，那个钱也浪费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很注意到说，你有 update 的新闻不能做，教导犯罪的不能做，然后头发这么软的东西不能做，绳子不能做，水不能做，然后你没有 model 的不能做，你刚刚看到的那个珊瑚啦，或者是那个武功啦，没有这种 model 的，通通不能做。好，所以它的限制非常的多，然后你要在这么多的限制去把刚刚的创意做出来，然后还可以让大家吸引眼球，会心一笑，你知道有多困难？好，那我们发想的时间短到你没办法相信，我们是早上8点多。大概快9点的时候开会，开到9点半，100多条袋子里，100多条稿子里面，我们大概选2条出来做这个，然后10点的时候就要录影了。我们真正发想其实只有从开会到录影前，就是1个多小时，我们要想出来这些东西。我找的是一个拍戏剧8点档的一个导演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一群人去发想这个创意，这样。所以我最喜欢的是发想创意，就是那个工具很多，可是当你可以做到，观众可以笑一笑。我刚刚看到你们笑，我就觉得很高兴啊。那时候觉得，那个你做的很值得的，好，这就是做电视的人的神经病啊。那他呢，就是刚刚这样子做完，一个导演加一个那个制作人，他们10点钟呢就先写好脚本了，去摄影棚里面先把主播的录完，然后接着下来他就去报版。他报版是干嘛呢？你看，他就写好这些东西。当你进去报版之后，动画公司2个半小时就做出来了。他为什么可以2个半小时做出来？就是他就像工厂女工一样，你做什么，然后他把它拼在一起，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做对的，你进到他的系统之后，做完就不能改了。你要改，就重新计算一次成本。好，他们是找真正画电影脚本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叫 storyboard。好，然后呢，怎么分呢 ？storyboard 的人做 storyboard， 然后你看，他有汽车 model 的人去做 model。好，刚刚旁边这个网球选手的这些人去做 model， 后面这些草的是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找后面置物的。然后呢，它会有 motion capture 的这些人物的动作的，就 motion capture 的剪接的，然后音效的，就是每一项工作都有人去分担，然后他们再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前我们做的一个影片来介绍他们的流程。 News and commentary, animated video reenactments of stories from the front page that may begin with the facts, but then swerve without warning sometimes into scenes of pure screwball fantasy. President Putin, these are some important friends I'd like you to meet. Forget the real red carpet treatment.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Chinese president gets a massage from Microsoft CEO Steve Ballmer, and Treasury Secretary Tim Geithner fans his face. But behind the cartoons are real people. In fact, you may not believe it, but these two actors have a global following that rivals Angelina Jolie and Brad Pitt, reaching millions of fans every week. Don't recognize them? Well, maybe a clip from the final product will help. 全球期待黑色星期五救市。 Yes, they star in those wacky Taiwanese animations that seem to have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We would like to move on, except that our friends at Next Media Animation give their unique spin on the whole big poppy incident from this week. 对讲机，布朗克斯战场争霸。欧皮斯只是个雷达吗？面对布朗克斯轰炸机，已打出34支。 The royal family actually banned comedy and satire television programs from using footage for the Westminster wedding ceremony. What we did is we created an animated Westminster wedding simulation. We outsourced it to a massive team of very talented Taiwanese computer wizards. You know the guys, thus ducking all legal liability and giving us the leeway to perhaps enhance the action of ridiculous, even borderline offenses. So, let's get to it, shall we? With the blushing bride walking down the aisle with her father, past an unimaginable celebrity like Harry Potter, Beckham, Churchill, Hitler, Shakespeare, Fanny Rivera, then Queen Elizabeth welcomed Kate with the royal hooligan Emperor. Center's no vision. 他进去，他旁边那些一个一个白白亮亮就是摄影机。那女生的话就头发盘起来，男生也是头发要往上哈，然后眼镜摘掉，不能有化妆。啪嚓啪嚓啪嚓，7秒钟，他就可以把你的脸部的3D 的模型做出来。啊，这也是阿凡达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技术。台湾有一台，但是也不是完整的，光是这样子不是完整的就2000多万。这个是在这个是影片是在那个美国的，然后在内湖确实是有一台的，我是直接看过的，就像这样子。就有人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幻想说，哎，可不可以那个周杰伦来拍一下，蔡依林来拍一下这样。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一些政治的那个3D 的模组的时候，当然你不可能马英九来拍，不能蔡英文来拍，他们很聪明，就找一个做人像的那个师傅来，所以你看旁边看到那个石膏，就是那个时候的总统大选，他们就利用这样的石膏像去把这个3D 的模组做出来，很聪明。然后你看到旁边这个这个就是他们的肌肉的动作，虽然他们没有那个抓取的动作的技术，可是他就用套的，就是喜是什么样的程式，怒是什么样的程式，就是你肌肉的就30几种的表情的动作放进去，但是确实是不是很顺的动作，所以另外阿凡达的那个制作这个档案到时候可以留给你们哈。You would get Eric Stoltz's performance coming through in The Mask. You get Zoe Saldana's performance coming through in Nature. It's not just we capture emotion, we're trying to capture what's the intent of the actor. You have a strong heart, but stupid, ignorant like a child.
We knew how to do bodies. Bodies were easy. We'd done bodies for years using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What we didn't know how to do, what was not known, was how to do the face with complete accuracy. We'r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that we've ha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doing characters like Gollum and King Kong, and just really trying to look at how you make a character not only look real, but also perform as a character in the film.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that we would actually have a little boom, kind of like a microphone, and instead of a microphone on the end of that boom, there'd be a little tiny camera with a wide-angle lens, and it would image the face while the actor was working. And that captures a series of markers on the face, and it real-time kind of figures out where those are moving and what shape they're in, and basically just figuring out how that skin has moved, it knows what shape it needs to be in. It's a very sophisticated system. Close-ups right on the eyes, everything's completely computer-generated, and we've got to have every detail and every lifelike quality to that skin and believability. I trusted you! Just a minute, please. We're always doing make-believe anyway, so pretending that nothing is everything is actually, I think, second nature to us. Run! Definitely run! You've got to just let go of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thought was supposed to happen and just do it and let your imagination run. You're able to really dig into your character. You get so deep into this world that you start hearing, seeing, feeling Pandor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real-time performance capture has been employed in a direct filmmaking sense. This whole system has been set up to allow Jim, as a director, to walk onto the stage as if it were a live-action stage, pick up the camera, see his actors, see his characters, see his world. One of the ways we did that was by coming up with this virtual camera that allowed us to see in real time what was其实这两个技术嘛，一个是它刚刚前面一个小泵，然后可以看到你脸部的表情；另外一个就叫 virtual camera， 导演可以在现场看到你那个摄影师取的角度跟动画合在一起的比例对不对？好，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发展。所以昨天燕豪老师有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同学会问说你为什么可以在各大的媒体一直这样子走来走去？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影像。我光是《魔戒》的4片装的 DVD， 我可以看20遍，我就去研究它，说摄影师怎么样讲，他在拍这部戏的时候的那个他怎么做的，导演怎么做的，编剧怎么做的，演员怎么做的，效果怎么做的，我可以不厌其烦的一直看，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上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一天去工作，我都很高兴。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大三，你现在就去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是你进到职场之后，做了几年，尝试了去做到你想要做的，然后希望你每一天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兴趣，你就会跟我一样上班很高兴。好，希望你们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这样的决定。有点难呐，但是你只要去找，绝对找得到。那副控的同学，你如果愿意的话，帮我把那个幕后的直击的放在网络上，OK 了之后就把它播出来。就这个动画后来在那个美国就有很多的这个 talk show 的那个就去研究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好，然后就可以看一下。And something happened while we were on vacation, which is interesting. Last week, I was talking about those Taiwanese animations that are all over the internet. You know, there's a breaking news story, they don't have footage for it. There's this, I guess, company in Taiwan that makes these animations, computer-generated animations. Really quickly, and they'll describe the story. Well, we made a fake one a couple days ago about Andy and I fighting over some yogurt. It was really silly, just, you know, that old chestnut in comedy. Anyway, we had fun, we made it, and well, here's a clip of what we did a couple days ago. 康纳是一个心怀破折，康纳趁人之危夺取安迪的优格，他是一个不知羞耻的社会败类。You get the idea. So we made this thing. And it's all true. Well, now what I'm about to tell you is absolutely real. Over break, I get a call that in less than 2 days, we aired that, I think just a few days ago. In less than 2 days, maybe Wednesday, in less than 2 days, the Taiwanese animators responded. They saw what I did, and they responded with this very elaborate counterattack
Yeah, you should have saved your booing. You wasted it on Oprah. They made this very elaborate counterattack. I can't believe they got this thing together in like 48 hours, but this is what they did. This is real, and it's, I guess, on the internet now. Take a look. 脱口秀主持人康纳在新节目里用了低品质的动画，说是台湾的制作。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不要被骗哦！康纳的山寨版动画其实是美国童工的血汗工作。这些童工之前受聘于梦幻庄园。 那时候，康纳也是常客。台湾一传媒动画的律师已经提告，要假扣押康纳的资产，他的小气球明天将会被收回。但是我们不要小气球，我们要安迪瑞之父。台北木栅动物园会很欢迎这位新成员。不然就让一传媒动画员工和我们的动画人物在康纳的脱口秀亮相。 That was vicious. Yeah, incredibly vicious. I don't want to be in a zoo. Especially a crappy zoo. Where they put a bear, a human, and a monkey all in one little tiny cage. No, you didn't even get your own cage. No. That was the worst. All right, well, this came out, and everyone keeps saying to me, hey, man, Cona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is Cheech and Chong. Right. All those weird stoners you hang out with.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how are you going to respond? Okay, and we want to respond immediately. Here's the problem. This company in Taiwan, they have 300 animators who work around the clock. That's how they can turn this thing around in 48 hours. We have one guy. His name, there he is. That's Steve. He did a great job. I'm not kidding. It took him 6 weeks. 6 weeks to make our first animator. Swear to God, that was an accident. But it's done. It took him 6 weeks to make our first animation. Okay? Now, he's working on a response to theirs, which he started last night. Here's what he's done so far. So, 其实就好玩嘛哦，那当你去了解你的工具，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你的创意就会慢慢的出来。我想讲的重点是这里 ，OK。然后我们也可以，那个时候这个是没有在对外播出的。一件事 ，Yes we can， 真的要搞大。 一步一脚印，敏感爆料，一件事敢报告，掌握真相，请锁定一件事。就做这个工作，你还可以叫老板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你看，还不错啊。好，那这个是好，后面还有一个是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动画那个部分，它2个半小时可以做出来吗？可是2个半小时它做出来的东西的品质就没有那么好。后来李安的少年拍就是在这个播出的时候很好，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做2个礼拜做出来的动画，然后去对李安致敬，然后后来有在一电视播。你看它可以做出来的品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漂流。 新闻要勇敢，有来，要敢说真话，新闻总是出其不意的发生。新闻经常遭遇困难，可是还是有永不放弃的坚持。
奇幻漂流。它难是难在那个水的表现跟那个老虎的毛发的表现。那它之所以要花那么久，其实是那个动画的运算需要时间。好，那这个是动画的部分。各位同学对动画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先提出来？或者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一些器材展的一些报告，你想要问问题的？好，没有我就先好，请说。刚刚你有提到说你在任何单位里面都能用。长官好，那个喂，好，刚长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必吧？这个档案要播出，我就不要骂脏话了，叫名字就好。好，那个您刚刚有说您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把那个新闻做到 No.1，您是怎么做到？你刚才不是新闻，我是说导播的工作。导播的工作。对。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有讲说，目前的一些技术已经让很多的大媒体在做自媒体，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好，不是大媒体，是大公司，是那个譬如说神脑，譬如说我知道的雅虎，就是非真正的媒体的一些大公司，好像雅虎最近就在做，然后像那个神脑也要做。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集团，他们都在尝试做这一块，因为其实器材越来越便宜嘛。对。然后刚刚您还有提到，就是说那个看化石的那个 VR 影片，后来就是得到很好的那个反应，可不可以多说一下他们？我想不到一个化石的那个 VR 影片能够做到多么让人家就是一个石头，然后。不是石头，是譬如说它是那个三叶虫，它就用动画做出三叶虫。